深夜，我在朋友圈刷到一张葬礼的照片，可当我打开照片时，灵堂中黑白照里的那人竟然是我自己。这个人的微信头像和名称我都很陌生。替天行道，这谁啊？开这种玩笑，太过分了吧！当我想再次确认的时候，这条朋友圈却不见了，并且在通讯录里也找不到这个人。我看错了吗？真奇怪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上弹出了一条新闻快讯：我是嗷嗷小区发生一起入室行凶案，受害人被刺后当场失去生命特征。嗷嗷小区，这不就是我这个小区吗？我赶忙点进去查看详情。受害者男，21岁，尸体于2月25日早上8点被发现，报警人为受害者的合租室友。警方判断其死亡时间大概在2月25日凌晨2点半。据推测，此案件与本市近日的重大连环凶杀案有关。我越看越心惊，因为新闻上的案发时间居然是10分钟后，现在明明才2月28日凌晨2点20分，新闻怎么会报道还没发生的事情呢？当我滑到文章下面的照片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。照片里是警方拍摄的案发现场，木质地板的上面满是触目惊心的血痕。虽然看不到尸体的照片，但从照片里的环境和摆设，还是让我一眼认出这就是我家。我赶忙看看四周，这不会是什么恶作剧吧？可这确实是官方媒体新闻推送的呀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离案发时间还有9分钟。就在这时，大门传来一阵钥匙插入了锁孔的声音。我打了个寒战，下意识从床上窜了下来，冲到门口，立刻反锁了房门。如果这则死亡预告是真的，那门口站着的岂不是要来杀我的人？此时听到门外传来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我屏住呼吸朝猫眼看去，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我的合租室友坤坤。阿文，你睡了吗？帮我开下门，门锁好像出问题了。我紧张的不敢回应。按照新闻上的死亡时间，那么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坤坤，因为公寓里只住着我们2个人，也只有他才有机会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杀我？我们一直相处的挺好的，我实在想不出坤坤对我下手的理由。开门啊，阿文，快给我开门！突然暴躁起来的坤坤让我越发的觉得不对劲，看来真的是他，我绝不能放他进来。我看了眼手机时间，距离案发时间还有5分钟。坤坤，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开门，不管我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，求你放过我吧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来电的正是坤坤，看来他敲不开门，换成打电话了。我没有接电话，而是透过猫眼看向门外，想看看他到底搞什么鬼。不对啊，门外的坤坤两手空空，根本没拿着手机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可来电显示就是他在给我打电话，难道门外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坤坤？我小心翼翼地接听了电话，就听到坤坤喘着粗气焦急地说道：阿文，你那边现在是什么时间？2点25分，怎么了？你先不要说话，认真听我说，你现在很危险，那个变态连环杀人犯，他现在就藏在家里，你快跑！深夜，我在朋友圈刷到一张自己葬礼的图片，紧接着收到一条官方新闻，内容是我所在的小区发生了一起入室行凶案，可案发时间却显示是在10分钟后，并且案发现场的照片竟然就是我的房间。那么这个受害人不就是我自己吗？门外的同租室友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阿文，你先不要说话，认真听我说，你现在很危险，那个变态连环杀人犯他现在就藏在家里，你快跑！紧接着电话被挂断了，我僵在了原地，感觉凉意彻骨。不，坤坤一定是在骗我，他一定是想骗我开门，然后再杀了我。但当我再向猫眼看过去时，门外的坤坤却不见了。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，自己是不是哪里想错了？万一凶手并不是坤坤呢？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怪响，声音是从客厅的沙发处传来的。此刻就看见沙发后面伸出了一只苍白的人手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忘记了逃跑。那个藏在沙发后的人此时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这就是那个在逃的连环行凶者。原来我真的错怪坤坤了。我想开门逃跑，却手抖的怎么也打不开门。我紧张地望着那人，就看见他举着一把刀，快速地朝我冲过来。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吧，我不会报警的，我朋友就在门外，你杀了我你也跑不了。他一脸温柔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在我奄奄一息时，从模糊的视线里看到手机上的时间正好是凌晨2点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猛然睁开双眼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后背也早已被冷汗浸透。我竟然没事，
难道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？这个梦也太真实了吧！就在这时，手机再次响起了提示音，映入眼帘的还是那条新闻：我市嗷嗷小区发生一起入室行凶案，2名受害人身中10几刀后当场殒命。手机显示的时间依旧是熟悉的时间，凌晨2点20分。不对，这不是梦，我好像是再次回到了案发前的10分钟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次的受害人怎么会是2个？就在这时，大门再次传来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，我心一惊，知道是坤坤回来了。我刚从床上下来，就听见卧室外响起一声惊呼：“我操！你是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”下一刻，痛苦的叫喊声响彻房间，是行凶者。这次他把坤坤给杀了。我立即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喊出声来，因为我知道下一个就会轮到我。他刚犯下案，一定不会停留太久。若我藏起来，说不定能躲过一劫。我四处看了一眼，也就床后适合躲藏。我迅速地爬到了床后。此刻卧室外面响起了脚步声，紧接着就是门被推开的声音。低沉的脚步声也离我越来越近。我透过缝隙看见一双被血染红的运动鞋停在了我的面前。下一秒，手机里显示的时间依旧是凌晨2点半。当我再次醒来，手机显示的时间依然是凌晨2点20分。我再一次回到了案发前的10分钟，我好像陷入无限轮回中了。这次我发现了一件事，我最开始读到的新闻死者只有1人，就是我自己，而第2次的报道则变成了2个人。但凶案的过程与结果却发生了重大改变。本来能活下来的坤坤，就因为我没反锁大门，命运就被改写了。我的心里冒出一个想法，如果把新闻看作本次凶案的结局，那么我可否利用结局来反推过程，就相当于手握参考答案来解题。我要做的就是尝试不同的逃生手段，来改变死亡定局。当新闻报道变成凶手入室杀人未遂，被缉拿归案时，想必循环也应就此解除。想到这，我连忙给坤坤发送了条消息，那个连环行凶者就藏在我们家里，你千万别进来，快去找警察。当我发完消息后，同时也收到了那条新闻，我市嗷嗷小区发生一起入室行凶案，受害人被刺后当场失去生命特征。果然改变了，这次坤坤没有被杀。我正在经历一件很诡异的事，一个变态连环杀人犯就藏在我的家中。他在杀了我之后，我竟然又回到了案发前的10分钟。而这次看到的新闻，受害人却变成了2个。在他把我室友坤坤杀了后，我被吓得躲在了床底下，但这个行凶者还是找到了我。我再一次的回到了案发前的10分钟。我苦思许久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提前把家里藏着杀人犯的事情发信息告诉了我的室友坤坤。收到的新闻虽然改变了，但此次的凶案还是发生了，受害者依旧是我自己。这也意味着我还是没有逃出去。和预想的一样，这次坤坤没有再回来，卧室外也一片寂静。接下来我要用尽一切办法求生，拖到警察的到来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还有5分钟就是凌晨2点半了。我从床上窜了下来，迅速地冲到了卧室门口，并且反锁了房门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再次传来了脚步声，正一步步地向我走来，剧烈的砸门声响起。我被吓得哆哆嗦嗦地走到了一旁。他还是进来了，我趁着他没注意，迅速冲出了卧室，一股脑地冲进了卫生间。我看了眼手机时间，2点28分，还有2分钟。我手忙脚乱地四处翻找着可以抵抗的武器，在一个不经常打开的柜子里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竟然是一些女性才会使用的头绳发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和坤坤都是单身，这些东西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？就在这时，卫生间的门被一脚踹开了。哈哈哈，来吧，下个轮回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得逞的。下一秒，当我再次睁开眼，手机屏幕上浮出条信息：阿文，你现在在家里吗？是坤坤发来的。我赶忙回复他，家里躲着个杀人犯，千万别进来。可消息还没发出去，就再次收到了他的信息：如果你现在在家，就赶快出来。我心一沉，感觉有些不妙，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下一秒，坤坤又发来了一条信息：有个罪犯刚刚进入我们公寓了，他杀了管理员，拿走了全楼层的备用钥匙，不知道他会进去哪间屋子，你快离开房间。什么？
原来这行凶者是用这种方法溜进来的。我刚从床上下来，却没迈开脚步。如果他现在已经进来了呢？那我现在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？阿文，你快出来啊！我在楼下等你。就在这时，那条新闻再次出现在了我的手机上。幸福小区发生一起行凶案，一名受害人身中10几刀后当场殒命。什么？案发地点竟然改变了？幸福小区，这不就是我隔壁的小区吗？这小区跟我不存在任何关系，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去那里。难道……我顿时兴奋起来。这是否说明这次的受害者换成了别人，而我将逃出这无休止的轮回夜？我顿时心里有了底，大步地走出了卧室。门外的客厅安静无比，没有任何人的气息。趁着他还没进来，我赶紧打开了门，冲了出去。此时的走廊昏暗无比，只能凭着电梯口的灯光照亮部分视野。平日里走过一次又一次的地方，此时却变得恐怖异常。一想到杀人犯就潜藏在这栋公寓里，我加快了脚步来到了电梯口，赶紧按了下楼的按钮，又连忙给坤坤发去了信息：我已经出来了，你就在1楼等我吧。坤坤只回复了很简单一个字，但在我看来却有些异常。此时的电梯已到达了7楼，距离我还有2层。电梯并不是从1楼往上升，而是从上面降下来的。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我却莫名感觉到心慌。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信息，忽然感觉很不对劲。我和坤坤认识了这么久，我知道他的打字习惯，因为他习惯用空格键来代替标点符号，而他今天发来的每一句话都带上了标点，这人根本就不是坤坤。就在这时，坤坤的信息再次传来：我来了。几乎同时，电梯门也打开了，只见那行凶者缓缓地从电梯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的手机布满暗红色的液体，正是坤坤的。我又一次轮回了，2点20分，还是同样的时间醒来，但这次却有种深入骨髓的痛自胸口蔓延至整个身体。也许循环并不是无限的，如果这次再逃不掉，很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。我依旧给坤坤发去了消息：千万别回家，有个行凶者藏在家里，速去报警。我从床上窜了下来，来到了窗前。我感觉有点糊涂了，之前我以为每次死亡都会回到凶案发生的前10分钟，但从上一次的遭遇来看，明显不是这样。虽然醒来时依旧是这个时间，但行凶者却并未藏在家里，而是在外面杀了坤坤，并利用他的手机把我骗出了公寓。难道我之前的某些举动改变了原本的事情发展吗？整件事里一定存在我没意识到的死角，如果能把所有的疑点都理顺，应该就能打破现在的困境。就在这时，客厅里再次传来了脚步声，他来了。我把头伸出窗外，10几米之下是一片漆黑的灌木丛。我心一横，翻出窗户，脚下方差不多有1米的地方，刚好有个空调外机。我没什么把握能刚好跳到上面，也不确定他是否能承受住自己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管他呢，就算摔下去也好过被他杀了要好。我没再犹豫，对准空调外机就跳了下去，似乎跳得有点远了。我慌乱地伸手乱抓，竟然抓到了墙面上的外管道，另一只手则就是搭在了对面住户的阳台外沿上。我就这么的悬在了半空中。难道这次也只能这样了吗？就在我快要脱力决定放弃的时候，一只强有力的手忽然抓住了我。小佳，快来！兄弟，你这是玩哪出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掉下去了，快帮我一起把他拉上来。就这样，我被2人救了下来。我大口喘着粗气，浑身上下早已被汗水浸透。兄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是楼上的住户，有人要害我，快帮帮我！你不要着急，我这就帮你报警。我看了一眼手机时间，此时已经是2点35分了。我终于度过了这块让我崩溃的轮回之夜了。今日警方破获一起入室案件，犯罪嫌疑人张三于本日凌晨闯入一男子家中行凶未遂，目前已被警方抓捕。张三，这个陌生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，他真的是本市那个连环行凶者吗？阿文，凶手已经被抓了，你也不用太紧张了。别看了，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。你先等下，餐厅桌上有我新买的饮料，你先喝着。饮料又不管饱。只见坤坤有些生气地去了餐厅，
就在这时，电视新闻的画面切换到某警官的采访镜头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已经排除了张某连环作案的嫌疑，也就是说，他并不是连环案的最终凶手。是吗？是的，不过我们一定会抓到他。在真凶归案之前，还请本市广大女性居民做好门窗防护，注意安全。最近网上有传言称，行凶者每次作案后都会拿走一样被害人的随身物品，是这样的吗？果然，张三与最近的连环案并无关系。等等，随身物品，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。下一秒，电视被关上了，我一回头就看见坤坤手握遥控器，就站在我身后不远处，一脸微笑地看着我。为什么你非要一直看新闻呢？原来真正的连环行凶者，竟是与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坤坤。其实我也不想杀你的，可你竟然会报警抓我，这就怪不得我了。我什么时候报警抓过你？你以为在的夜里轮回的人只有你一个吗？我心头一震，恍然间明白了什么。记得之前我接到过坤坤的一通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他与被我锁在门外两手空空的坤坤明显不在同一时空，打电话的应该是未来某个时段的他，而他给我打这通电话也并不是要救我，他可能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想趁着张三的出现，借此机会把我干掉，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罪名都转移到张三身上。也就在这时，坤坤的匕首已经横在了我的脖颈上。我努力了这么久，难道还是逃脱不了被杀掉的结局吗？等一下，能不能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？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，快点说。张三跟你是一伙的吗？我可不认识他，至于他为什么要干掉你，或许得等你下辈子才能问他了。我猜他想要干掉的人应该是你，只是你碰巧被我锁在门外才逃过了一劫。那些受害人的物品中一定有张三的家人，而他潜入公寓只是错把我当成了你。是这样吗？那就说得通了。阿文，想不到你还挺聪明的嘛。可你知道真相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冷冷一笑，你确定今天就能杀了我吗？难道你觉得你还逃得掉？啊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那杯饮料好喝吗？是我小看你了，你在饮料里放了东西。该死，我今天一定要干掉了你。你别挣扎了，还是留着力气去跟警察说吧。我终于活了下来，轮回也彻底被打破。随着坤坤被抓，本市连环入室行凶案也就此告破。